大家好，今天我想非常坦诚、非常真实的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人生状态，没有鸡汤，没有美化，没有任何包装，全部都是我这2年最真实、最赤裸、最压抑的生活状态。我今年35岁，我在中国我已经整整2年没有正式工作了。我相信很多国外的朋友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非常好奇，甚至觉得不可思议。在全国、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，35岁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黄金、最稳定、最有价值的年纪。35岁，你不再是刚毕业的懵懂年轻人，你拥有大量的工作经验、行业阅历、项目积累、职场判断力，你成熟、稳定、靠谱、抗压。在欧美，在德国，在东南亚，在大部分国家，35岁的上班族是公司最核心、最被珍惜、最离不开的中坚力量。但是在中国，一切都是反过来的。在中国，35岁不是你的黄金期，是你的职场死刑期。在中国，35岁不是优势，是累赘。在中国，35岁不是稳定，是事业的高危年龄。今天我就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为什么在中国35岁会被整个职场抛弃，为什么像我这样曾经拥有高薪、拥有体面工作、拥有技术能力的程序员会突然之间彻底没有出路，为什么我现在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，但对我的人生彻底看不到希望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以前不是普通人，我曾经是互联网行业的程序员。我在行业最好的时候入行，待过不错的公司，拥有稳定、高薪、体面、受人尊重的工作。我有技术、有经验、有积累。我曾经以为只要我踏实努力，只要我持续学习，只要我保持勤奋，我的人生就会一直往上走，我的职业生涯会越走越稳，越走越值钱。我和所有普通人一样，我努力读书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内卷，我遵守规则，认真生活，从来没有偷过懒。但是命运给了我最沉重的一击，我被裁员了。在我35岁这一年，我突然之间没有了工作。最开始失业的时候，我其实并不慌张，我以为凭借我的经验、我的技术、我的履历，我随时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。我以为裁员则是短暂的波动，我以为我的能力永远是我的底气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真正的噩梦是从裁员之后才刚刚开始。从失业到现在整整2年，这2年的时间里，我彻底看清了中国职场最残酷、最现实、最外人无法理解的真相。我投了无数简历，我尝试过无数岗位，我降低薪资预期，降低岗位要求，降低所有标准，但是结果全部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公司要我。只要看到我的年龄35岁，大部分行业、大部分企业直接筛选淘汰，连面试的机会都不会给。很多海外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这件事，你们一定会想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经验的中年人不要，偏偏只要毫无经验的年轻人？为什么工作多年的人反而不如刚毕业的学生？为什么35岁在中国会变成一个禁忌年龄？
我以前也不懂，我失业第1年，我还在不服气，我还在自我怀疑，我还在觉得是我自己能力不够。但现在2年过去了，我彻底看清了，这根本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，这是整个中国职场环境、内卷环境、用工模式、社会结构共同造成的残酷现实。我今天一次性把所有的真相讲透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，也是最核心的原因，中国职场的内卷程度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极端。首先，在中国，大部分高薪行业、互联网行业、科技行业、程序开发行业根本不是8小时工作制，是超长待机、高强度、高压力、无休止的消耗式工作模式。这种工作模式根本不适合中年人。35岁的人最大问题不是技术落后，不是能力问题，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精力跟不上。我们35岁，体能、睡眠、恢复能力、抗压强度绝对比不上22岁、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可以每天熬夜，每天加班，连续通宵，没有生活，没有休息，没有周末，全年无休。年轻人可以接受极低的薪资，可以接受无尽的压榨，可以接受毫无个人生活。但是35岁的中年人做不到。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下滑，我们的精神已经扛不住长期透支，我们的情绪不再像年轻人一样毫无负担。企业非常清楚这一点，企业不需要经验，企业不需要沉淀，企业不需要稳重，企业需要的是可以无限消耗的劳动力。谁能熬夜，谁能加班，谁能透支身体，谁就适合留在这个行业。35岁的人无法被无限压榨，所以说我们就被淘汰。第二个原因，35岁的人薪资成本太高，企业觉得不划算。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薪资要求低，可塑性强，听话，好管理，好拿捏，好洗脑。而我们工作10几年的老员工，薪资基数高，年薪高，底薪高，企业用本成本非常贵。在经济下行、企业缩编、利润减少、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，企业的第一选择就是淘汰高薪老员工，替换廉价新员工。企业不在乎你能不能创造价值，企业只在乎能不能省钱。你的经验可以被替代，你的技术可以被新人慢慢学习，但是你的高工资永远是企业的负担。第三个原因也是非常现实的一点，35岁的中年人大多数有家庭、有牵挂、有责任，年轻人孤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全部时间都可以奉献给公司。35岁的我们有父母、有家庭、有生活压力，有琐事牵绊，企业会默认中年人无法100%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无法随叫随到，无法无条件服从加班，所以企业从源头直接放弃35岁的求职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经验不值钱，阅历不值钱，稳重不值钱，能力不值钱，年轻才是唯一的值钱。讲完职场规则，我再讲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状态。失业这2年，我没有收入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社交，没有圈子，我一个人在小小的出租屋里，每天都是独处发呆、焦虑、失眠。我曾经非常阳光，非常积极，非常努力，但是这2年的失业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心态。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，长期失眠、多梦、心慌、焦虑，我的大脑控制不住去想负面的事情，控制不住自我否定、自我怀疑，情绪低落。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活着没有意义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出路，
看不到希望。我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明明努力了半生，我明明认真生活，认真工作，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会突然之间崩塌？这种无力感、挫败感、绝望感是没有经历过长期失业的人无法体会的。我曾经尝试自我调节，我告诉自己不要焦虑，不要着急，放平心态，安静生活。我尝试独处，尝试沉淀，尝试放空自己。可是我慢慢发现，人可以调节心态，但是人永远逃不开现实。人活着是需要钱的，人活着是需要底气的，人活着是需要希望的。当你长期没有工作、没有收入、没有未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再强大也会慢慢崩溃。很多人觉得，那你压力是不是特别大？说实话，对于中国大部分同龄人，我已经是非常幸运、非常少数的那一类了。我没有房贷，我的房子是全款买的，我没有背负任何中国银行贷款，我没有车贷，没有负债。我的父母非常健康，而且还不算太老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有自己的收入，不需要我养老，不需要我承担家庭重担。我手里有一点点之前工作攒下来的存款，我平常会做一些非常简单的零散小事情，每个月能够收入1-2千块钱，够我勉强吃饭，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。所以我现在还能勉强撑得住，还能勉强活着，还能勉强安静的过日子。但是我非常清楚，我这种状态在中国是极其罕见的幸运。在中国，绝大多数35岁的中年人根本没有我这样子的退路。这也是我想重点告诉所有的海外观众，中国最真实、最残酷、最外人不知道的民生真相。在中国，绝大部分家庭看似有房有家有资产，看似生活稳定，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中国人全部背负着巨额贷款。前几年在高位买房的人，房贷利息非常高，普遍在5个点、6个点以上，每个月固定高额的月供压在无数普通家庭身上，20年、30年，一辈子捆绑。普通人一辈子的收入，大半辈子的努力，全部都是在给银行打工。在这种高压高负债的前提下，一旦你到了35岁，一旦你被裁员，你的失业，你的人生会瞬间崩塌。你没有存款，没有退路，没有缓冲，没有休息的资格，你必须不停工作，不停内卷，不停拼命。你不敢停，你不能停，也停不起。为什么？所以中国人这么卷，不是中国人天生喜欢卷，也不是中国人天生喜欢吃苦，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根本输不起。他们背着贷款，背着家庭，背着压力，背着债务，他们一旦失业就是家破人亡，生活奔跑。这也是中国35岁职场危机最痛的体色。